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美国之音》专访中国新闻焦点人物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直面自由媒体接受采访，敬请大家关注。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川普政府日前对朝鲜明确表明了一种更加严厉的策略，表示在长期遏制朝鲜核野心方面对平壤毫不妥协的态度已经失去耐心。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日本美军航母上说，那些想挑战我们决心或者准备状态的人应当明白，我们将击溃任何进攻，对任何常规或核武器的使用，美国将做出压倒性和有效的回应。此前，彭斯副总统星期二在东京宣布，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之前，美国不会善罢甘休。更早前，彭斯在韩国首尔表示，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影射的是奥巴马政府更为低调的战略。彭斯对东北亚访问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告诉美国广播公司，对于朝鲜问题不排除任何选项，但是麦克马斯特表达希望不需要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指称平壤政权是自找麻烦的威胁。川普同时狠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说：“我担任总统最初的这90天，已经暴露出过去8年的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台湾总统蔡英文谴责包围立法院过程中的暴力事件。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希望蔡英文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下午对全国民众发表讲话，谴责围攻立法院过程当中的暴力事件。报道说，有抗议者以暴力方式，其中包括泼水、阻拦一些立委、部会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进入立法院参加议事活动，并且同警察发生扭打。一些听证会被迫推迟。有报道说，上午一共发生了13起暴力事件。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说：“没有人喜欢蛇龙和骏马，但是我要拜托大家忍耐一下。这些不方便是为了让年金改革的法案顺利的进入审查的程序。我们绝对不能放任以暴力来拖延改革的脚步。所以今天上午以暴力方式阻止立委、官员及相关人员进入立法院开会有脱序的行为，警方一定会严办。”星期三上午，立法院被围得水泄不通，进入立法院非常困难，只有铁丝网中狭窄的一条通道可以进出立法院。会议期间，院外的高音喇叭压过室内的声音。台湾全国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刘亚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是我们军公教是国家的受雇者，我们是国家依据法律聘用的，给予薪水跟退休金。今天这无良雇主毁约背信，执政无能，全民遭殃。政府以破产没钱的理由，就要删减我们这些受雇者的退休金。这个国家不能说民进党执政的要乱搞就乱搞，要乱来就乱来。这国家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诚信，如何当政府？只有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暴力事件？我跟你讲，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现在改革还没有实施，当你改革之后，让有些军公教原来安定的生活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人民活不下去会出现什么行为，都有可能。这个政府要为这些行为的出现负责。与此同时，蔡英文在讲话当中呼吁民众给政府机会。他还说，常年积压下来的年金改革问题是前政府留下来的难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中国外交部今天证实，国际刑警组织星期二发布红色通报，通缉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证实，中国政府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布红色通报，并询问
郭文贵涉嫌犯了什么罪？陆康回答说：据我们了解，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的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具体有关情况，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去了解。郭文贵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2013年离开中国。今年早些时候，他曾2次接受海外中文媒体的网络实况采访，透露中共高层官员及其家属贪腐情况。美中两国目前没有引渡条约。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美国之音特别节目，专访郭文贵，揭秘中共高层腐败。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外交部表示，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那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美国之音就来专访这位新闻焦点人物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直面自由媒体接受采访。出于对郭文贵先生安全的考虑，美国之音的采访在一个保密的地点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率领资深记者团队对郭文贵进行专访。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特别专访节目。专访节目将在美国之音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美国之音官网、美国之音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实况现场直播。美国之音是一家美国政府资助的独立新闻媒体，我们不接受任何团体、私人和公司的捐赠和赞助。我们对郭文贵先生进行专访的目的在于揭露事实真相，不涉及任何利益的交换。美国之音采访的对象以及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VOA 卫视今天无法接受各位听众观众的现场电话提问，我们欢迎各位把您的问题刊登在今天的 YouTube 现场直播的聊天室里。好，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采访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和东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龚小夏。今天在这里，美国之音专门采访中国最近的一个焦点人物郭文贵先生。郭文贵先生最近不断的爆出关于中国政坛的一些，应该说是猛料，在政坛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也成为中国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今天跟我坐在一起的是我的同事东方。东方曾经是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的记者，他对中国事务非常熟悉。我们今天来欢迎东方，我们也欢迎郭文贵先生。郭先生您好。小夏女士，东方先生，你们好 ，VOA 的观众好，我是郭文贵，还有我要先向我的推友们问好。这样，下面我先交给东方，不过我预先要先说一句话，是那个郭文贵先生在节目上说的话呢，他的立场和他的爆的料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也欢迎在事件中涉及到的任何个人、任何事件的相关人士呢，他们也到美国之音在同一个平台上来，我们给予他们同样的平台、同样的这个一些相关的时间段，来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和为他们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可能一些指控来进行这个辩护。非常希望呢，中国官方呢也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给大家进行一些解释。东方。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东方。我们以前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的记者，那么很高兴这次龚小夏女士的邀请我和她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我们知道龚小夏女士呢是美国的专家，写过多本著作。那么我又在北京待了多年，那么对北京的政坛政商勾结的情况、北京腐败的情况、北京的民怨，这个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很高兴呢。能够辅佐龚小夏女士一起做这个众所瞩目的专访。就在这次专访前夕呢，我们突然听到了，就是昨天夜里，中国公安部突然对郭文贵先生发出了红色通缉，也是红色通报，也简称为红通。那么外交部呢，也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下面先看看我们刚刚从北京收到的外国记者，这个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关于郭文贵这个事情的这个问答对话的实况。据我们了解，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的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具体有关情况，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去了解。那么，这个郭文贵到底犯了什么罪？对他进行这个红色通缉呢？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呢，是说他涉嫌行贿，特别是涉嫌向马建，就是前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马建行贿6000万元人民币，折合872万美元，872万美元，这个数字呢也是相当的庞大。那么为什么这个行贿的事件大概发生了很久了，为什么到现在才这个对他发出这个红色通缉呢？小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这是不是跟美国之音这个直播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上个星期五公布了我们要直播对郭文贵先生的采访之后呢，我们也接到了，就郭文贵先生据他自己说，他接到了大量的这些上边有关的一些人的来的打招呼和压力吧。那么星期一呢，我们从这个官方的渠道，根据北京一些官方的渠道，就得到消息说，大连市公安局已经对郭文贵先生正式进行签发了拘捕令。这个事情呢，我们想听一下郭文贵先生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应。好，谢谢龚小夏女士、东方先生。这个今天坐在这个VOA 这个现场直播节目呢，文贵还是非常的感慨良多啊。我首先要向我的所有支持我的推友们，还有 VOA 的观众们问好。我也知道很多人呢，在昨天晚上都没有休息，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能否顺利的播出。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首先，我对所有为此努力还关心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现在回答这个小夏女士和东方先生的这个问题呢，之前我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所谓的红色通缉令，这个是在我2015年1月10号上百个特警进北京，到我抓捕了我270多个员工和我8个家人，编控了3000多人的员工的这个情况下，一直到今天已经3年了。这个纪委加公安的专案组在办案过程当中对我的家人和员工的虐待，可能在明镜1期和2期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在3年以后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又恰恰是美国之音公告了我们这个直播节目的3天后，也是我在推特上这个公告的，大概是3天后，这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那么据我所了解呢，所谓的红色通缉令呢，它有3个必须的条件。大家可以到这个红色通缉这个国际这个刑警网站上，第一个，他必须和当事人有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后，他才可以发红色通缉令。那么第二个，一定和所在国犯罪和他的真实身份、真实的这个资料核实后，才能去发这红色通缉令。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人的犯罪事实必须清楚，他只具备了一个通报的体制，他不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执行机关，他只是说白了，就像我们中国的农村里边的一个播音员而已，他没有执行权利。而恰恰是在美国之音要这个进行这次直播采访的时候，
这几天来我们过得很辛苦，这个也很兴奋，因为辛苦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朋友都要说服我们不播这个节目？同时也有很多人鼓励我们播这个节目。那么这个非常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很多人威胁我们，各种威胁都有啊。这个我在这不一一细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官方第一次站出来对郭文贵的案件进行了答复，这个是让我很高兴的，因为过去3年来都是我一个人说，都是造谣，通过财新杂志、博讯来造谣来关于郭文贵的信息，这是终于有了官方的这个回答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还得很感谢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红色通缉，就是所谓的红色通缉当中呢，这个所涉及我个人信息，护照我没有，身份信息没有。犯罪的所谓跟马建副部长的这个行贿6000万，这完全是虚造的。因为我现在不方便这个公布的，就是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我和中纪委和政法委派来的代表在伦敦有过3次见面，这3次见面当中都谈到了很详细的所谓的马建的案情啊，必要的时候我会公布这所有的细节，这和他所有说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马建副部长的当他的案情公告之后，你们就明白了，这是一次完全的想阻止美国之音的播出进行的临时的一种威胁和临时的一个非法的这么采取的措施，这是让人非常意外的。现在我有2个问题想跟您澄清的是，在这个红色通缉令上写的是，您是1967年2月2号出生的，您住在北京市大兴区，那么户籍所在地是大兴分局一个派出所这么一个地方，这些事实是不是这个第一，这是不是准确的信息？绝对是不准确的。这个身份证的信息和这个护照的信息，应该问有办证机关去，和郭文贵有什么关系？郭文贵从来现在没有使用过这个身份，而且我要向您说的事情，郭文贵已经20几年、近30年没有使用中国任何身份，而且我现在持有是外国国籍。所以我很惊讶，外交部和大连市公安局所谓的通缉令当中，竟然对我个人信息不加以核实。后来昨天我也听到了，因为3年来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想这个威胁我不去爆料啊，要回他们所谓的担心的视频，还有腐败官员的资料。那么同时他们也想这个搞红色通缉令，但是经过各种审核，我不具备被红色通缉令的所谓条件啊。现在就要问您的是，您的个人身份，您说您持的是外国护照，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众观众哪国的护照？我现在能说的啊，我现在是美国居民，我持有中东国家的其中的这个3个国家的护照，我持有欧洲国家的多个国家护照，我大概有11本护照，而且我大概将近28年没有使用这个中国护照，中国公民。这个我非常惊讶，他发出这个东西来，所以昨天我看到以后呢，我真的挺开心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他们要准备的所谓红色通缉呢，我们已经实际2、3年了，都有心理准备，一直希望他们发，而且红色这个通缉令的这个效力，我们都进行研究，我的律师团队，这个中国政府这花了这个6000万美元1年，拿到了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的职务，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老百姓掌握他们腐败信息人到海外来爆料。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明镜第1期说的是，不要把他们理解为所谓的网控、信息控制，是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绝对不是，就是为了掩盖这些贪官污吏还有盗国贼们这个拿走了中国老百姓的钱，这些丑闻不被爆出。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完了之后东方还有问题。我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美国警方有没有跟您联系？您说您跟美国警方报过案，您曾经跟纽约的这个检察官什么有这个案件。那么红色通缉令发出的，美国警方有没有跟你联系过？在这个2015年1月10号之后发生这事情，我大概是1月12号、16号到达美国以后 ，FBI 和 CIA 都跟我接触过。那么现在当地的警方也都一直跟我保持联系，就是我们现在门外的这些你看到的保卫人员很多都是美国的这个警察还有退役警察，还有的是他们的官方人员。当然我们一直有联系，其中就我们这个保卫团队里就有3个人是跟国际刑警组织有联系的。国际刑警组织是个松散组织，它是中国这个政府拿来吓唬这些老百姓的。这对待我这人实在是非常的低级，很庸俗。任何有知识有常识就问问什么叫国际刑警组织。我的保安团队，你看这3个人全都是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成员，给钱我就给你工作，他就是个招聘的国际保安，
他不具备任何执政能力。为什么在这之前，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搞出这样低级庸俗的动作？这个国家机器已经不为国家服务了，不为人民服务了，成了某些人掌控的一个恐怖工具。所以说，这个今天发这个对我来讲真是个很大的鼓励，最起码让很多人看清这件事情的本质。他如果没有这个腐败，他不会恐惧的，他不会害怕的。他们的恐惧害怕，就说明他们怕我说实话嘛。所以说，这个美国之音今天顶住各方压力，我对你们必须表示尊敬。谢谢龚小夏女士，谢谢东方先生，谢谢所有的 VOA 的后台的工作所有人员。压力是您顶的，我想请那个郭文先生，你刚才通过你刚才讲的，我们可不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我总结一下，就是您现在是外国的居民，外国的公民，持有多国的护照，甚至还有外交护照，您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100%准确。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有关部门就是来起诉一个外国公民用红色通缉令。还不仅仅是这样，我那个身份证件我是被当时是国家安全部已经发公函给注销了的，他今天又拿出来要拿这个身份啊再来说。还更重要的事情，我未来我要讲讲这个护照，这个67年2月2号的护照的来历。这个来历就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是国家安全部派我出去，跟包括达赖喇嘛先生啊，这个还有其他的国外的一些领导、一些国家联系一些这个敏感人士给我办理的。我想用他都不让我用，后来给我注销了。这是为什么？他们这3年来一直想边控我，这个所谓通缉我，他拿不出合法的罪行，也没证据。然后也在政界上他是完全不合法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我是一定会告他的。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我会拿10亿美元，我来去告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我一定要把这事情告明白，他完全是犯法的，因为我不是这个身份，而且这个事实也不符合。像刚才郭文贵先生说了很多关于国际刑警组织和红色通缉令的问题，我现在再说明一句呢，美国之音现在目前没有办法查证，因为我们正在这个采访的现场。但是呢，我们日后会去查证，我们会去找国际刑警组织，会去看看那个公布的资料是什么情况。那么这里头我下边有个问题觉得很有意思，您刚才说到。当年您那个身份证是国安部跟您做的，后来国安部又取消的。那您跟国安部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这个在Twitter 上有一位张立凡先生，也是美国之音的这个评论员啊，他说过一个很准确的，就中国安全部啊，对一些很多有影响力的商人或者可以利用的商人，他们叫做商业挂靠，就是让你去干啥你干啥。当然不会让你去搞情报杀人去。任何人把我们这种人说商业挂靠，说是特务，这是无知的，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只是让你拿钱，还有你利用你的海外资源给他办事儿。像我呢，就是到海外联络一些敏感人士，帮助他们建立一些关系，仅此而已。所以他们为我办了这个身份。这个里边很有意思啊。海外的敏感人士什么类的敏感人士属于影响的？还有像咱们的民运人士。这都是属于敏感人士。那您是跟达赖喇嘛联系过吗？我们多次见面。这是受国安的委托。国安还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委托，而且我有知道吗？达赖喇嘛我本人见过很多次面，而且为这个事情，达赖喇嘛本人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啊。这个信的原件还在我这里，写给孟建柱书记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当然后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 VOA 呢把整个这个，包括有视频啊，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视频。还有这个写的原件信，我可以在你们这给公布。我们也现在就说郭文贵先生说的这一切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也希望呢下边能进一步进行求证。那么我也希望您能够哪天给我们出示您的视频和这些信件。那么这个红色通缉令呢，我刚才注意到你说的这个红色通缉令出的这个时间点，这个英语说叫 timeline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美国之音的北京分社呢，就在2天以前，北京分社的社长被中国外交部去约谈，然后给他说了，就是专门提到了我们对你这个专访，问是怎么回事儿。另外呢，说你是一个涉嫌的犯罪嫌疑人，我们给你一个平台，让你在这个单方面的 one-sided 的，然后说对中国官员进行指控，进行一些毫无根据的指控。这对是会影响我们的公正和这个客观的这个新闻原则。那么，
中国外交部对你这个 case 都这么关心，我想到了哈，这一定是其中一定有一定的原因。我们当然也希望你所指控的那些官员能够有同样的时间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里啊，对于你所指控的一些东西进行说明和辩解。但是这个时间点，然后就说你已经在大连被批捕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大连批捕？你不是北京人吗？我也很奇怪啊。这个，因为这当时纪委加公安的关于盘古涉嫌黑社会组织黑社会的罪名，到抓捕了我们8个家人、270个员工、3000个员工的边控，封锁了封闭了查封了1200资产，是北京公安局还有当时的这个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振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姜良栋成立的专案组，对我们这抓捕和办案。后来在1年后，由于上层领导其他各方面原因吧，放到了大连市公安局，由副市长刘乐国兼公安局长组织了专案组。那么这个情况呢，是他们有这个权利的，这个司法上是可以的。但是呢，我跟大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次呢，它只是大连管辖地的问题。刚才您说到这个外交部约见你们，包括让你们不去发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即将要爆料的人，他有指挥外交部的权利。他是真正的害怕，他贪腐，所以这点上，我觉得你们 VOA 今天应该感谢郭文贵，你们很荣幸，真正采访到一个有这个爆料价值的，那么符合 VOA 这个价值观的这么一个人，郭文贵。同时，我觉得你们应该感谢外交部，因为外交部这样对你们的做呢，考验了你们的意志和你们的价值观取向，这件事情会继续下去，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在您说到您的爆料之前，能不能先花一点点时间给我们解释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您的中国生意做的虽然很大，但是您毕竟是一介平民，而且现在我们知道您是一介外国平民。那么你有什么能力能够拿到这么多这些猛料？有什么？为什么您能够跟那个中国的这么高层的官员有这么多的来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家里的人，您说家里的人很多人就被抓进去了，员工被抓进去了，您能不能先谈一下这个情况？好，我为了这个不占用大家时间，我简单的说，好吧？这个所有的这个我能得到的信息的根本非常清楚。我认识一个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建，他是过去18年来唯一的代表共产党、中国政府查处腐败的技术侦查人，所以他掌握了巨量的信息。后来由于他担心被害，还有他这个行动处长叫高辉先生的，这高辉是个警察安全的人员，已经在专案组被他们给搞死了，已经死了1年多了啊。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对，但是这些东西呢这是我得到信息最多的。第二个，由于当时安全部马建副部长和我的关系，我也认识更多中纪委的人员，由于刘志华案啊，包括国安的人员啊，在盘古有一个他们的办公室，行动组的办公室。那么就是查处腐败的啊，就是今天王岐山书记、孟建书记干的事儿和傅振华干的事儿，就他们。说国安部查处腐败的办公室是在您的有一部分大楼里头。对，在我大楼里面啊。那么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当然了，我得到了很多这样的信息。再一个就在这几年腐败当中，是以黑这个反腐、以贪反贪的时候，很多人就把料给了我，因为我在国外嘛。另外一个，我亲身的经历很多，跟官员打交道。很多人把料给了你，是国家工作人员，很多人把料。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说，他们在您的那个大楼里工作，有办公室，就因为这个关系，您跟他们认识，而他们就通过您这个渠道，把很多资料给了您，是的，小夏女士。还有一个就是更重要的，就是说，这有很多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啊，而且是我亲身经历的。而我现在要爆的料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很清楚的，我的家人。就是说我家人被抓起来呢，原因很简单，查了3年都没有罪嘛。就第一次抓的时候，把我几个哥全抓走了，然后在1年后放出来。我的4个哥哥被抓走了。那么抓走以后呢，给放回来了。这1年后都放回来了。那么在2016年12月份初的时候，又把我的4哥和6哥还有我女儿又给抓回去了。后来我女儿放回来，我4哥还6个还在里面，我的员工在里面还在里面。有没有受到酷刑啊？那是。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照片。我的哥回来的时候啊，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是变形了。导播能先放一下照片。这个整个人都是都几十斤嘛，头发都没了，抱歉啊。这个我们的员工一样的，就是女性受到了虐待，男的
带着脚镣被在地上折腾了1星期以后，让他当面就手淫啊，叫他们看。女员工呢被5个警察给按到墙上，让他收身，然后呢实行了凌辱。我的哥哥、大哥、二哥，还有这个我的4个、6哥啊，这回来的时候你可以从照片看，整个脸都是变形的，整个人都脱相了，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傻的。那么后来这回来1年以后，就在去年又把4个、6个又抓回去了。抓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我其中的哥啊，还有我那个赵广东副总啊，在管理国副总经理叫赵广东管保安的，当时就给了傅振华的弟弟和傅振华第一笔钱，他是给钱的人和当事人，说他想灭口，就把他给抓起来了。那么我希望今天我的爆料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事情。那么我的6哥郭文存、4哥郭文平还在里面，我的副总经理是这个赵广东也是当时的当事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吕副总啊、吕涛副总啊，还有杨副总是当时是取钱的、拿钱的人，所以他们指挥的办案呢，不是要查这个行贿和反贪，是要查当时给他们钱的要灭口，这是我今天爆料的主要原因。那是我就总结一下，您刚才说就是他们啊，原来您跟国安关系是非常近的，那么您手里掌握了很多材料，他们也找您要钱，之后呢，完了，为什么忽然之间变了脸，把你全家都关了进去？啊，这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逻辑不是，因为他们很简单，他不抓你家人呢，你不听他话嘛，他怕你跑了嘛。还有一个，他最重要，他要灭口，他不要让他就是说我把你家人抓了，我要让你去替我去办事儿，把钱给我。接下来呢，因为这人被抓了，就是个绑票行为，你必须听我指示。说今天那个接下来我爆料当中呢，就是傅振华先生是在他通知我才离开的，而且他告诉我我是在马建被抓之前1年就离开了，8个月就离开了。他说要抓马建副部长的。离开的时间是2015年。2014年我离开的。2014年这个6月份我就离开了啊。马建什么时候被抓？马建是2015年1月份，1月10号左右被抓，1月15号被抓的吧啊。马建是2016年12月30号，中纪委的网站说，前中国国家安全部啊，那是中纪网站，他是2015年1月份抓的啊。他这个挺有意思，他说他这个罪名呢是审查转移、藏匿涉案的财物，不按规定报道自己的房地产，违规为家属办理证件。有一个可能与你有关系，就说他利用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而且18大以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这个现在外交部说就是你和马建有关系，这完全是说是你和你栽赃陷害。这件事情很好，他不说，我告他都没法告。他说了，我特别开心。我昨晚看完以后，我最近没睡那么好觉过，昨天我看完就倒那就睡着了，特别开心。因为他不说，我告他是没有办法的。现在这个很多外国关注的政府呢，对这个事情一直在关注，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发声，他这个说法给我留下了证据。马建副部长还活着呢，我有没有的行贿是要通过证据和法律事实的，这个我们在这不必讨论啊。这个我们会用事实说话。我接着刚才跟您说这个，就是安全部，这个掌握这个信息啊，就是他为什么又这样又突然改变呢？很简单，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灭口，要我手中掌握的证据，包括今天我这个要展示你们的是这个我和傅振华先生的通话。我希望你们要看到傅振华先生作为一个全国的反贪的专案组组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那么他让我干什么了？而且是干了什么？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这个，这是我今天谈的主题。接下来我们再谈论这些其他的背景的故事。我先想就谈因为昨天咱们预先也是采访过您，谈2个。第一个问题呢，您是说到他收受了您5000万美元，您有证据，有他跟他对话的证据。是这样的，不是要这个严格这么说，他让我给他5000万美元，我也答应给了，但是必须合法的给，在这有这个讨论的过程。他在我这没有拿到5000美元，他在国内他拿走了150万，这是事实。就在1星期前，我们酒店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这个一个人说，我跟你们的正在关押的赵广东副总3年了已经，当时就送钱是他参与者，说这个我跟他签了个合同，需要给你150万美元，我给你打过去，你给我个账号。我们的财务就给我发信息说这个郭先生怎么办？我说你千万不要收这个钱。赵广东已经被关押3年，怎么可能150万美元呢？这说明就是傅振华和他弟弟想把钱所谓给退回来。你看他们这个所谓查反贪的人多么欲盖弥彰，你把钱退回来掩盖不了你的犯罪事实，但是他还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这么做，为什么？
他是有恃无恐，他要向中央的领导保证我没有收这个钱，我退回去了。但是这符合法律吗？这当然不符合。所以说，今天我的爆料当中会提到，他向我威胁我，敲诈我5000万美元，而已拿走了150万美元。敲诈您是美元人民币啊。他敲诈您这5000万，咱们不管是美元人民币，他是用什么名义来敲诈？怎么说的？这是怎么？因为这里会谈到，这个只要我给他5000万美元，他就可以保证我家人安全，把我员工放出来，把我家人放出来，把我哥放出来，把我妻子女儿放出来，还有一个就保证我资产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帮他查一些资料，特别是要查这其中一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个背景资料当中呢，因为今天因为我们17个小时的这个语音编辑当中，剪辑42分钟，由于你们美国之音不接受这42分钟太长了，时间问题，后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剪辑版短一点的。我先说一下这个背景，就刚才您谈到的。我想先问一下，这个背景整个是就是时间、地点、人物，就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什么地点发生的，什么人物参与了，前后情况怎么回事？您的证据是什么？这样的这个小夏女士，首先呢是2015年1月10号是他们进行抓捕的啊，在这个抓捕之前，就2014年大概在8月份的时候，傅振华的老弟就开始跟我的六哥还有我的那个副总。就是赵广东开始接触，通过一个大屯的派出所的前所长，姓赵的啊，全名我都不知道。然后呢，就说马建要被抓，然后呢，你们老国家肯定完了，我可以帮你摆平，然后呢，这个你就得给我钱。这样当初还没有说那么细啊。后来在逐渐来往当中，发现他说的是事实。后来就是我们跟李友发生了纠纷，北大证券在发生纠纷以后的时候，我能帮助你把李友的事情给摆平，然后你给我5000万美元。然后呢，我就答应了，我说要用捐助的方式。就在这个时候，他拿走了150万，我是美元人民币，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问，我只知道给他钱了。那么给他钱以后呢，后来就真的是1月10号，不是马建副部长也被抓了，我们全家员工都被抓了吗？然后呢，这时候抓完以后，他就提出条件，我不但能帮你把李友事能摆平，我还可以把你家人给你放回来，但是你必须要帮助我办事儿。查人的资料，因为我在安全部就是挂靠的上铐的时候，其中有个就是他们老给我个任务，在海外找那些私人调查公司查阅海外的反贪官的这些资料，我有这个角色，而且做过很多贡献。未来我们也可以谈这方面啊。那么在进入那个题目之前，我们先再把这个事情再澄清一遍，是不是原来因为我这个逻辑对不对？您原来您的靠山是马建副部长，或者您跟他很熟？应该是他是我的领导。他是。不叫靠山，是领导。他是国安会，您又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怎么能是领导呢？中国有这个体制，就是商人和任何人，只要安全部选定了你必须是听他的指示。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合法就是合理的说，您原来是中国安全部的工作人员。那绝对不是，这个你小夏你可千万不要误导。我一不在编，二不拿工资，我只是一个商业挂靠关系。未来我会出具安全部曾经为我们出过的函，安全部的函明确说，这是我们社会的工作关系。所以您等于是一个社会关系，就是他们给了您什么方便，有什么样，比如在生意上给了您什么方便？这个未来他为我出过很多安全部出过函，就是协调单位啊，帮助你办事。但事实上，我可以负责任说，安全部的函在国内没人理。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包括刚才说到马建这个部长的这个6000万，说有个银行116的时候，他根本不顾事实。我那是2010年发生的事情，我认识那是2001年发生的事情。我跟马建副部长认识是2006年。我现在要问清楚的这个事情，这前后的关系就是如果您跟安全部有这个，是安全部是您的保护伞呢，还是您是安全部的敲诈对象？不是完全敲诈对象，因为我认识安全部是在这个当初查刘志华案的时候，我是举报人，他是领导我去查找证据的举报人。举报完以后，我是当时还做了一个叫做诫免训令，给了我法律处罚，然后说从现在起你的安全各方面我必须监控你，我是被监控对象和被敲诈对象。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那我们就回到刘志华案，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切入刚才您要说的这个各种爆料的问题。那么刘志华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些视频是嫖娼的视频，就是见到他现在这个人还在牢里。那么您是举报人，您为什么会是举报人？谁让您举报的？还是您为什么要举报？当时我盘古大观的项目已经建到一半了，他已建奥运村建设这个所谓的规划不合乎规定为名，把这个楼强行没跟我谈过一次拿走了。
然后就给了他女朋友了，大家从案情都看得出来。然后他当然是贪官腐败了，我就到处告状啊。在告状当中，纪委和公安说：“那你提供证据嘛？”我提供了文字资料，照片他们不要，他要视频。后来就是2年的时间，公安纪委天天跟着我，带着我录这个刘志华视频，是安全部录的，是纪委录的。最后让我戴了这个帽子，就把刘志华给抓了。从那以后，我也就被他们给控制了，我也就被他们敲诈了。这是为什么？用我办公室也不付钱，让我到海外调查。我管见达赖喇嘛的飞机费用，我就花了3个多亿，他从没给过我1分钱。如果我是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应该给我办公经费啊！我从没拿过国家安全部1分钱，所以说我是被敲诈、被勒索、被监管的关系。所以回头来说到我们今天的爆料当中，就跟这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事情的延续，他就说，那你郭文贵有这个能力在海外国际上继续帮助我们调查有关人，就是海外调查公司，所以他要求我傅政华说，你帮我调查这个资料，其中很重要，我希望一会儿我给你们出示证据啊和语音。他说是他代表习近平主席。我当时我2次向他确认，我说你代表的老板是不是习近平主席？他没否认啊，但是呢，他就给我下达命令，说这个先让我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王岐山书记的他家里边姚家姓就是他太太的这个家族，这个整个姚家就剩了一个男性啊，就叫姚庆。王岐山的家里边没有男性的遗传了，说他家唯一的就男性。再有王岐山的夫人叫姚明山。还有姚明端他的妹妹，让我查王岐山书记和海南航空的这个事情，而且说王岐山的书记的外甥持有海南是股份。现在我们要是再称说郭文贵先生爆的料是他自己的料，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查证，美国之音也不为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我们非常希望。所有的当事人，他提到的当事人呢，都出面跟我们澄清情况。如果你们个人不能出面，用书面的方式也可以，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请跟美国之音联系。美国之音的地址是330 330 Independence Avenue， Washington D.C. 就330中国人翻成独立大道，330独立大道就是非常非常容易找。希望大家。特别是被提到的当事人能够跟我们联系，我们会跟你提供同样的平台。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回到跟郭文贵先生采访完，东方先生有不少这个问题。是那个郭文先生呢，我们在知道大家都很渴望你这个说的核爆级的爆料。刚才呢，我听你说你要报的是傅政华先生，是这个收受贿赂、敲诈你的一些证据，那么。大家都很渴望啊，这个到底会牵涉到什么样的人？这个证据是什么样的？但是在之前呢，我还是想问一下红通的问题，因为这个红通对你发出红通啊，是在昨天深夜里发出的，中国大陆发出的，是在美国时间是深夜。那么我们夜里面一看呢，吓了一跳。我们明天就要去采访郭文贵，本来是个中国的神秘商人。是这个中国喜欢这个词儿，中国大陆给你冠的一个这个名号啊，外号叫神秘商人。我们当然树立诬陷我的结果。当然我们说你是个新闻人物了，我们做采访一个新闻人物是天经地义。那么现在你突然的变成了一个中国政府在全球通缉的一个罪犯了。那么也印证了我不是罪犯，你不能这么说。他们也没这么说，我是涉嫌配合，他叫红色通报。你这个词儿也得搞明白，东方先生，这个你可真的这不能这说以讹传讹，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就像外交部说的，你们采访一个嫌犯，他说话负责不负责？那么我想知道他们在发出红色通缉令的昨天一个深夜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听到过？他有没有事先跟你联系过？很多联系，这几天联系太多了，我也不能出卖朋友吧，大多数还是好意的。但是我也很惊讶的事情啊，就我很保密这个信息，这个要报的这个资料，竟然有些人基本知道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就不要报王岐山书记的家族还有海航的事情，这是他们最担心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姚庆啊，是江湖上都知道的，是王岐山书记和姚家族最核心的人物。而且他是海航的股东，这个事情大家好像都知道，我这也是很惊讶的，因为海航涉及到的这个财富，过去这2-3年大家看到并购涉及到1万亿了，都快啊。你说的是海南航空？海南航空啊，
其实我们再次要说一句，我们没有办法去查证所有这些资料。而我们目前涉及，我们也跟郭文贵先生说过，所有私人就是那个不是公众人物，在公众上没有名声的人，我们都不会涉及。我们也希望他不要涉及，如果涉及的话，我们会马上切断直播。但是呢，目前来说，他提到的人都是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都有机会，特别是美国基金会给他们机会来为自己进行辩解和为自己进行辩护，或者反驳郭文贵先生的说法。所以我也非常期望他们能够上我们的节目，我们给予他们同样的平台和同样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我接着说吧，小夏女士。所以这个让我是当时让我查的时候，我是绝对不愿意查的啊。这后来找了调查公司开始核查，确实很多资料一会儿可以翻看我跟他通话录音当中，我把很多资料已经给了傅振华的老弟，通过了email挂在了收件箱里给了他，通过呢这个手机传给了他，那么他也收到了。那么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我见北京这个政法委还有安全部派的领导我见面当中，我已经将今天的爆料的部分信息给了他们，他们也报告了孟建柱书记和王岐山书记。就这个事情，我今天所谓的爆料呢，是叫公众知道，他们是应该知道的。所以昨天我回答您的问题，很多领导来给我打电话，有的是真的是常委的领导啊，这个大领导都是非常慌张紧张啊，说这个事情你不要报，这个如何的这个。后来我很纳闷，因为很多人都说国家的名义、国家的形象、党的形象，我必须要先给小夏女士和东方先生要说的事情，我不反中，不反共，不反政府，我要爆的料。他是贪污腐败分子，贪污腐败分子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所以说，我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是一。第二个，他们说文贵，你现在证明了你是好人，你就不要再爆料了。我爆料、爆反贪和腐败分子，包括我是不是罪犯，跟他们贪不贪污、腐不腐败是完全没关系。今天你东方先生你去杀人了，我举报你，我是杀人犯，我有权举报你。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我反的不是中国政府，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他们不代表不了中国政府，代表不了中国人民。我恰恰的是爱中国、爱人民。我检举的这些贪官，他们这些盗国贼。所以说，这个傅振华让我查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中还涉及到孟建柱书记，说孟建柱书记跟这个当时他的外甥、他姐姐的孩子，涉及到华润的当时的宋林，涉及到几千亿的资产，包括孟建柱书记过去的几个情人。这都是他给我提供的信息啊，然后这个消息我也报给孟建柱书记了。我要跟你们今天美国之音说的事情是，我刚才说的事情我已经报给了中国政府，所以你们说外交部来找你们来阻止这，我是很惊讶的，因为我是先报给他们的。我说你这个事情，而且我把这东西都给了他们了，他们也都知道，跟我还有通话，有这个谈到这个事情。当然呢，不需要我去爆料了。可是你没有给我回复，因为是傅振华逼迫我做事情，绑架了我的所有的家人，虐待我的员工和几千个员工的边工，查封了我1200亿的资产的情况下，我给你们告诉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威胁我，我没有犯罪。那么今天就在我们这个节目要播出之前，突然外交部说我要红色这个通报了啊，红色通报，外交部语言叫红色通报，红色通报。这显然就是要阻止我们这个爆料的目的。那说明这个爆料是对他们是有威胁的。那我本来报的是说傅振华威胁我的过程，可今天看来不是傅振华本人要威胁我了，是很多涉及人士在威胁我，是要灭我这个口。那么我很希望呢，你们可以说从语音上听一听。第一次就傅振华给我傅老三打电话，他说我大哥要跟你通话。就把我是用卫星通话的，我先说说背景啊，我是用卫星电话通的。我录音的时候呢，是把外音我拿着手机录的，所以不是很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整理了一个语音版，那个文字版，但是现在挂不出来。稍后呢，我希望大家上我的 Twitter， 郭文贵的 Twitter， 我呢会挂在 Twitter 上去，中英版的文字版。那么经过剪辑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傅老三的大哥，我不说叫傅振华，因为他说他大哥，我不知道是谁。给我通过了语音还变音，他说我的语音已经被监控了，他在通话当中还变音，我很惊讶，然后就给我下达了命令，就说要查王岐山书记的外甥姚庆在海航持有的股份，姚明山和姚明端和王健和陈峰的关系，然后利用王岐山书记他们家里边人协调了这个上万亿的贷款，在海外以并购的名义向海外洗钱，然后包括这些男女关系，还涉及到几个投资公司的基金的事情，所以说。我可以通过语音，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的作为是傅政华绑架了我的家人的情况下逼迫我这么做的。现在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语音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他是谁，但是我知道您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这个，但是对方是谁？但是凭我们直觉判断呢，这很像是一个确实是2方面的通话，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证通话对象他的身份，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比较谨慎的，是不是？那么另外一个，您说到很多目前这些人的状况，我知道《纽约时报》也好，那个 CNN 也好，都在找您，就是谈有关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完了就是直播完了之后，我们能跟您继续谈，就是被这些情况呢，我们回去我们也会找相关的公司、相关的个人去进行相当就是一定程度的深入调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刚想您一再提到说他们控制您的家人，他们对您的家人就是进行，这等于是您出来了以后，您的整个家庭都还被扣在中国，包括您女儿曾经坐过牢。那么现在呢，他们用这控制的办法就是他们就说过去是有没有利用您控制过别人？那么他们现在控制了您之后呢，除了您手上有的这个资料、有的东西之外呢，他们还需要什么？比如说您这1200亿的资产谁拿走了？钱到哪里去了？谁把您的钱拿走了？这前后这个情况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这个您问的问题，小夏非常好。这个1200亿资产，其中是一个他们很大的动机啊。这个傅政华的弟弟傅老三也跟我们讨论过，希望未来我们的民族证券和方正证券这个合并以后，这个处理当中，这个股权呢，包括他可能要拿走一部分那个股权，这个其他也有领导提出来可以帮我解决问题，也可以拿一部分股权，包括要一部分盘古的房产了。那么这个1200亿是这些贪官啊，当初想把我这个灭口之后，中间人诞生的另外的一个利益的诉求，这是肯定的。而且我们在这个2014年有一个发了个信托10个亿，叫中泰信托。这个10个亿的债务呢，就是中泰信托卖给了，就是可以把债务转让的，转让了一个香港的叫嘉年华吧，这个上市公司。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东呢是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先生的弟弟曾庆怀的女儿，叫曾宝宝的。那这个10个亿的这个贷款拿走以后呢，当时我们做了一个用盘古42套公寓的房产做了担保。这42套的房产值多少钱呢？在3周前做了评估，价值了58个亿。也就是说，有人想拿10个亿的债务拿走你将近60个亿的资产，这已经走法院程序了啊！就在我上你这个节目之前，专案组进行了新的一批行动，就是法院把我们的人找去，然后亮了一个红头文件，说你看看这个政治文件上头命令，你也别说话，马上拍卖你资产。然后包括对我的这个其他资产威胁，包括这个找我女儿谈话威胁啊，就是意思就告诉你，你敢上这节目，那我就找什么理由可以抓你啊。包括各种领导找了我们其他员工的威胁，给其他家人的威胁，这就很简单，他们对这个资产很感兴趣，不希望你讲出来。这也证明了，就是江湖上传说我和曾庆红有关系，这是不可能的。我要跟他有关系，曾宝宝就不继续拿我这个资产去了啊。那么更重要的事情，就你刚才说1200亿资产，这个动力呢，他是想把我家人是要灭口的。那么我现在就是我不再天真，我跟他们谈判和妥协的结果，把我骗回去，把我灭口，把家人员工都得灭口，这也是为什么我站出来爆料的原因。说起来就是昨天跟您谈的时候，您也说过，其实您是外国公民，中国的资产并不是您的资产，而是您这个家族企业的资产，对不对？跟我所有半点，因为我持有外国护照，我持有中国的资产就变成了外资企业了嘛，全都是家族基金和我相关的投资机构和基金有关系的啊。现在等于扣掉您家族这么多员工和这么多人，已经把您的财产扣起来了，对不对？对，1200亿一直查封，2015年1月10号到查封到现在。那么他查封到现在以后，这个资产，因为资产本身是要钱是生钱的，您比我清楚。我每天现在损失1200万人民币嘛，也就是1年我就损失到了大概6亿美元吧，5亿多美元吧。就是每天，现在我跟您在采访，我已经输掉了1200万了。所以说，这是他们让我破产，还是让你就跪下来的原因。这就为什么我说我一定要强调，希望中国依法治国，因为中国所有的老板，下一个郭文贵。因为这些人利用他们绑架了国家机器，他们绑架了习总书记真正的这个良好的初衷，依法治国。我在中国我是非常敬重习主席的，他这个依法治国是对的。坦白的讲，中国在我出来之前，我认为中国不搞这个腐败，
治理啊，不去反贪啊，中国这个国家就完了。但是有些人已经绑架了这个所谓的反腐的这件事情，所以说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你看看傅政华是反腐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啊，这个最重要的人，那么他就在敲诈我，而且他弟弟还拿出钱，而且他竟然让我去查王岐山书记的家人，还有孟建柱书记。如果王岐山书记的这些资料和孟建柱我们提供给他的资料，他们应该去核实啊。你傅政华你有没有这资料啊？再一个，我今天给你们提供的这个刚才傅政华的弟弟的录音，那是他原因呐，你可以听一听他，那你可以去核实啊。那么我已经几个月前、半年前就给你们了，你们完全可以核实的。那不核实，那你就是以贪反贪，你庇护巨贪，但是你查那些贪官都是没有权利的，不受到庇护的。所以说，中国现在这个法律已经完全被绑架。所以说我希望您放一下这个录音，让大家听一听。你说这个刚才你说你给他们有录音，另外他们还变声，这个录音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听一下，请您听一下啊。我们可以听一下那个5000万美元的事儿，就是那个50大哥那个，我说你抓紧呢，在海外给我签个就是捐款的东西，我这得干净，要不钱出不去。然后呢，上次那个三哥也拿了这块呢，我尽快给你办啊，好不好？是，会去找你的。我知道。他过几天就出去了。打电话跟你说。确实这个很不清楚。他大概就是说那个5000万美元的事儿，就是50那个你刚才说要抓紧啊，在海外给我签个捐款的东西，我这得干净。这个什么意思？你说这个话啊？因为他要让我要这个钱的时候，我说我不能给你直接给你钱，那我犯罪了，我行贿了嘛。我说你找一个捐款的这个基金，我可以捐给你，捐给公益事业。他说他可以找一个见义勇为基金来收我这钱，在海外账号。所以说他老催我，同时呢催他要的这个调查资料，而且你可以从其他我提供录音看到，我已经把资料传给他了。然后他就要这个钱，我说你给我签了捐款协议，我再给你钱。对不起，我们现在电视时间已经到了，就是这1小时的卫星时间，这是第1个小时。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华盛顿演播室，然后呢，往下我们继续跟郭文贵先生进行访谈。但是现在时间先交到华盛顿，续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专访郭文贵特别节目，现在我们1个小时的电视直播就进行到这里。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时间里呢，美国之音将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美国之音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继续进行实况直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是一个自由的平台，各位受访者以及听众、观众、网友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欢迎有不同资料与不同观点的人和我们联系，也欢迎大家把对本次节目的意见写在美国之音官方的评论栏目中。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带您一同去关注热点话题：国际刑警组织为何此刻通缉郭文贵？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观众，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请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对郭文贵先生的3个小时的直播马上回来。应用程序。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你好，东方先生，哎，欢迎你再见。这个傅老三他大哥啊，给我通过多次电话，这个是剪辑版，主要是谈到这有关的这个情况吧，比如说钱呐，还有查的资料。这个他都是给我卫星，他打到我卫星电话上的，然后我用卫星电话的外音录的，他采取了变音，他说我这个语音已经被国内控制了啊，这个他喜欢这个装神弄鬼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你可以从事傅老三，你可以他是原音，你可以从傅老三的这个语音里边可以对出来，就傅老三就是接收钱，然后我跟他讲怎么付钱，捐款协议，他这都是有的啊，包括我告诉他你拿的那个钱。这个当时你的赵所长，我的赵副总，我哥还有其他人都在场，
说你这个事情是不是一审就给审出来了，这人都抓起来了？那么这个傅振华，这个傅老三的大哥原话说，这个江良栋是我的人，就邢一总是他的原来的工作的地方，那我都能控制，没事儿。啊，你继续给我去查资料去，所以你从这个语音当中完全可以把这事情就是能证明了，他兄弟两个完全这个是呼应的啊。虽然他变音了，他弟弟没有变音啊。那你刚才说那个5000万，我是个million， 5000万美元，是的，这么回事。哥就是他家老三，就叫他三哥。就老三，傅振华三，就三哥就是在第一次拿钱不拿走了150万吗？说是三哥在那里拿走了150万，说的是这个意思。你有他三这个录音材料，有录音材料，就是跟没有变音的啊。放一放好不好？啊，咱们放一放，好，谢谢。那这样的话，三哥，你说给大哥打个电话呀，给他说一声，就说他上回就让弄的那个老王的，就是岐山书记那个事儿。因为在当时你说那说话的声音，你都是那个变音儿，我也听不太清楚。然后呢，就是那个东西啊，这个我在外面了解了一下，还真挺难，不好办。而且呢，你给大哥要说一下，就包括那个孟的那个，他说那个情况在香港了解了一下，新加坡了解一下，没什么太新的信息。但有这个说的那另外几个人的身份却查了有问题啊。但是呢，应该是跟孙的事儿。您看我该咋办呢？是现在发给你呀，还是说到时候是怎么弄呢？啊，好，OK，我发给你，明白。现在的国内什么情况呀，哥？这几天了，这个又抓进去好多人，然后审的也特别的夸张，而且是这孩子打得挺惨的。是不是你给大哥说一下，应该让这个该回来都回来几个？大哥不是说了吗？是上次那东西帮他弄了，他就把人弄回来吗？没出来呀？谁跟您说的呀？谁跟您说的呀？没有啊，昨天那个谁大哥那边跟我通话的时候还说这个，就是弄钱的嘛，就说那个事儿嘛，啊，那50个的事儿嘛。我说这个，他说您出来嘛，可以跟我联系。我等您给我联系，但是三哥，你知道这家里头这种情况了，你看我不是说不兑现，知道吗？一个咱得叫大哥合法。哎呀，但是一个都没出来呀。哎呦，所以说我也不好意思说这事儿，这个我的心情我希望你能了解。这儿啊。这样，他让我这个查的这个当中啊，这个很明确，是他向我提供了就是王岐山书记他太太的，就姚家唯一的一个男士啊，就是这个姚庆，他给我提供了姚庆的各种证件证明。谁给你提供的？就是傅振华啊，让傅老三给我的。然后这个证明当中他的证件，还有姚明山女士，就是王岐山书记的太太的各种证件，还有姚明山的妹妹的证件，姚明端的这各种证件，包括了姚庆的夫人叫赵荣的证件，还有姚庆先生的孩子的证件啊。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东西让我去查，并且很明确就是查和海航，你可以我也一会儿可以听着录音，查海航和这些年的贷款和海外买飞机和不动产银行信息。这是他很明确的啊，包括了姚庆先生在外面的一些社交啊，给明确他们这用的私人飞机，而且那个时候就告诉我说他们有几架飞机，给我提供了飞机的编号，然后呢，我们就对这些飞机啊这个去向、乘坐情况都进行了调查，我都提供给他了。那么同时呢，就他非常关注的事情，就海外的存款、海外资金的活动、海航的吃的回扣和这个王健先生总裁和陈峰先生，他是上市公司嘛，属于公众人物，所有这些情况，那么我都查了，我都已经给他了。这个时候他应该把我家人给放回来了，
但是他没有放啊。这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看到，就是说1年后他才放出来。你是说傅政华以放你家人的名义来调查王岐山是不是？对，是这样子的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中啊，东方先生你要关注一下，一会儿我希望给你们放一段录音，他很明确的说，查王岐山书记和孟建柱书记是习主席让查的。他说原话是习主席只用他，不信他。就不信王和孟啊，这有这么一句话，一会儿可以放一下，可以看一看。那么这句话，然后说呢，他让查的，我还专门给他说，你代不代表这个习老板？那我查完以后我是犯罪啊，那谁来保护我的家人？他说你只要把这事查清楚了，你什么都能给你解决，家人可以回家，员工可以回家，资产也没问题，还会扶持你，继续帮助你。他是有这个条件的。当然我把资料给了他以后呢，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出来要爆料的原因，啊。那么现在就说这个跟傅老三的这个，你跟他的通话是没有变音的，你跟他那个傅老三大哥的通话是有变音的，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听了一点这个带变音的。我们能不能继续听听你和他大哥的通话？因为这直接牵涉到你所说的傅老三的大哥就是傅老大，对不对？还有他的录音吗？啊，有。我们再放一点好不好？好，谢谢。 OK， 其他的也要一段时间，这都是旅游有的多太深了。其实非常生气，要求两边全要查。孟老板也对你很有意见，你知道吗？你懂吗？不是您说的，我真的不明白，他俩对我啥意见呢？我怎么了他？我惹他啥了呀？他们的要求，他们对我的要求，必须告掉你。为啥呀？我什么意思啊？你明白我意思吧？必须告掉你。不是，他要是搞我是不是就因为刘志华这事儿，大哥？这个我怎么着他了呢？我跟他有什么仇啊？要求不留后患，包括儿子强也要弄回来。人、钱、资产统统的，所以你必须配合我。你要立功，你要快点。你要查清楚在瑞士银行他们自己的所有情况，关键你要查清楚姚劲儿和王健在行这些年来交易的钱去哪儿了？你就一直盯着他们。明白吗？我明白。你要盯住他们，你呀，别把往这几个细节里。文贵先生啊，我听这个傅老三大哥的这个话变音里头，确实是很难的这个听清楚。他说的这个说，岐山非常生气，要求两边一定要查。孟老板对你也很有意见，那么还说必须搞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呢，因为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呢？因为他一直说这是这个习老板。王书记、孟书记要查你，他们办案专案组啊，到我们去抓人的时候，每个人都说你们完了，你们死定了。这是这个岐山书记亲抓的案子，孟建柱书记抓的案子而且是习主席亲批。后来我们通过多个渠道核实啊，习主席肯定没有批，但是他就跟我说这是王岐山书记要把你全家给灭了，而且把你儿子也要弄回来，强也弄回来，把你资产全没收啊！你只有配合我去查这些资料，听我的。我才能让大老板，也就是习主席帮你说话，然后呢，我到岐山书记那儿，孟书记替你说话，说你必须查这些资料，查这些资料才能保你的全家的安全、资产的安全，这就是他整个的过程。说你要不查啊，岐山书记已经说了，让我弄死你全家，灭了你，然后你把你儿子弄回来，把资产全没收，就是这个事情的开始啊。换句话说，就是他让你去查王岐山，去查孟书记啊，去查孟建柱书记，那么这个你肯定会得罪王岐山和孟建柱了。那肯定是啊。但当时我认为我是在执行
这个傅政华的和习主席的命令啊，我就查呀，我也查了。后来我在通信当中，这个语音当中，你看我有告诉他，我说东西我给他，傅老三就说你发给我，我给他信息都挂在一个email的邮件箱里边，那个收件箱他拿走不发。通过这种方式，还有发到手机上，那我就把查资料给他了。他应该是放了我家人的，他不放，不但不放，还抓的更多，而且不但抓，打得更厉害，就把我的这个后来发生了，就是我的连董事会的权利也给拿走了，然后呢就更帮李友了。所以我才说，在明镜电视这个爆料当中，我说傅政华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说他跟李友就好在一起了。后来各种信息证明，哎，他帮李友。后来李友还脱罪了，5罪4罚，而我的人没有罪行，关了到今天已经3年多了，已经超过了中国所有的司法的这个关押期限。不但如此，我很多员工消失了，找不着。更可怕的事情，还对我的其他家人进行了各种威胁，他完全是背信弃义嘛。后来我就发现他是想把我们全家真的给灭了。后来他是骗我，他是要灭口。那我当初我认为啊，他真的是代表国家或代表习的。现在后来我发现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必须得站出来说话。而在这之前，我把资料先给了北京政法委和安全部的高层领导，我已经把傅政华让我去给他们了。可他们来给我来见面的时候呢，要求我相向而行，低调处理这个案子，可以帮我解决，但不能再爆料。那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傅政华绑架我全家，侮辱我员工，违法办案，绑票，查封资产，而且这个串通着财新给我造谣，完全不是事实。而且重点是有这个他和这个傅政华他这个跟他弟弟收钱的事实，你们不去查去，你不是这个有贪必查吗？习主席和王书记、孟书记一再讲的吗？打铁还要自身硬吗？过去这5年的反腐，主要是以你们几个人开始的。那么现在你既然打铁还去自身硬，我已经在举报他拿钱了，那你为啥不查他呢？更可怕的事情，我拿的是铁证啊，我有录音啊，我有证据啊，你可以核实啊。傅老三有没有拿这个钱呢？傅老三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他的录音一核实就行了？那个傅政华的声音是不是他？那你一去核实行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傅老三的老大，我不知道叫不叫傅政华，你去核实就行了。没有。这后来我们开始在明镜火牌爆料以后，在我的个人郭文贵的推特上多次推特以后，一再的只是威胁我，不允许再说话啊，相向而行。可是我的员工继续消失，我的家人继续受到威胁，这是不可以容忍的。所以我站着必须爆料。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把王岐山这个书记这个事情直接给说出来的原因嘛。哎，对不起，我们现在就先得到这里得停止了。嗯，我们先停止。嗯。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啊，真的非常对不起，因为某种原因呢，我们的直播必须停止，向大家表示深深的道歉。我们将来美国之音还一如既往的会为大家带来客观公正的新闻。